外交部这个新闻发言人有叫春的，是吧？有韩爽的，现在新添了一个坚挺的。他们向整个世界传达的消息是，没有因为疫情导致中国的生产链、供应链出现问题。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？你不必听他的呐喊，看一看身边的人，你就应该知道了。全球化至少在中国正在走向终结。美国人能对欧洲开始禁飞，这说明各个主要国家都在自保。因为这次疫情出现以后，有一些不可知的东西，譬如说有些人因为自身的免疫力，或者是因为用药物压制住了，听起来像是治愈了，过2个礼拜又检测出阳性了。有一些人在传递一个信息给我们，即便被治愈的这些人，病毒在他们身上还会携带，而且无预兆的传染给更多健康的人。这就说明，在疫苗研制出来被注射到你身体之前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是安全的，因为118个国家已经发生了疫情。现在这个世界针对中国正在开始脱钩，然后美国关闭大门，对欧洲都开始禁飞了。无论是欧洲还是中亚，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向邻国，尤其是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关门。这说明全球人口流动被冻结了，没有洲际旅行了，越来越少了。本国范围内有一些国家都开始限制旅行了。在这个情况下，还谈什么全球化？产业转移呢，早就开始了。中国政府一直在避免让大家谈论类似的问题。不谈论就没有吗？产业转移已经进行10年了。18年3月20号，川普签署中国经济侵略备忘录，这是给301调查做了一个背书。2019年曾经提到超级301，最终我们在2020年看到了真实的转变。美国与中国之间达成的第1阶段的协议，事实上没起到多大作用。仅仅是2国为了满足国内以及国际对中美问题的关注，暂时叫停了。那事实上，所有对正在中国生产的这些商品、供应链、产业链，它的转移从来就没有停止，只不过需要时间。因为需要时间，所以被中国政府拿出来说没有受到影响。是啊，
在应对疫情蔓延的这种状态下，很多国家本能的希望能够尽可能减少自己的损失，产业转移的步伐放慢了，有一些正在撤离的企业暂时停下了脚步，恢复在中国的生产，无论是汽车零配件还是电子产品，那更多的应该是应对这次疫情所需要的医用耗材，甚至是药、原药，很多已经在中国投放了巨大产能的这些企业，正在逐一复工。中国政府为了维持在国际社会中不断的获得外汇的能力，相当配合。至于现在没有疫苗，没有完善的医疗措施，会不会导致疫情在中国蔓延？这不在国际资本的考虑之内。中国政府也尽可能忽略这一点，让大家感觉到世界各国都在灾难中，中国已经逐渐走出来了，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这个政权唱赞歌，认为他们给全世界打了个样，其他国家正在抄作业，尤其是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，他开始学习中国，开始封城，那小粉红就更加提气了，是吧？认为你们抄作业的抄不好。为什么要相信这次疫情对中国的经济没有什么影响，或者说不会造成重大的打击呢？是因为2003年，因为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。2003年当年的 GDP 增速差不多是10个点，是吧？也刚刚达到2位数。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上升，都保持在2位数。但是它有个前提，2001年加入世贸，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，来得快去得快。世界卫生组织4月19号宣布中国的几个地区为疫区，2个月以后6月19号就解除了疫区的认定。现在还是这样吗？那应该很难，是吧？没有什么可比性。那个时候你刚刚加入世界经贸体系，各国都在对你满怀关注，满怀激情。你那个时候主要是制造业，现在更多的是服务业。你没有办法像2003年一样，通过疫情结束之后加班加点来完成你经济上的增长。今天的中国与往年完全不一样。17年前，中国曾经甩脱疫区之后，经济还能保持高速强劲的增长，是因为整个国际社会在配合你，给你信心，给你帮助。今天各国面临的是对你的声讨，甚至追责，撤离的步伐会越来越快，至少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把自己的公民派向疫区，
虽然它现在也是疫区了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各个国家的政府，他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公民往火坑里推。事实上，整个世界正在逆全球化，这个步伐很缓慢，但是很坚定。所以今天共军的宣传听一听也就罢了，千万不能当真。保持一个理性独立的思维，会让你少走很多弯路。这个时刻在中国，不要做虚拟资产，不要做长线投资。当然了，最重要的是既不能炒股，也不能买房。没有什么他们吹嘘的东西最终可以被确信的。我们上当受骗的例子太多了，多长一长听。没有谁的钱是刮大风刮来的。今后的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将面临着巨大的动荡，不确定性，不可知，这才是主旋律。祝大家好运，再见。